好饿，想吃肉。亲娘说，我爹是暗王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您若去了，这安王府可怎么办？慢着！哪儿来的脏东西？像个泥猴子！谁家的野种？扔出去，烧了！爹，这孩子叫王爷，爹！你说什么？唉，哪里冒出来的讨债鬼？那个爹啊，你都要走了。王爷，这血积压3年的浴血，竟被这娃娃气出来了。圣旨到！陛下急召安王进宫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陛下说了，要把小郡主也带上。陛下，那就是爷爷喽。好，很好。连这车帘上的流苏都是珍珠穿的，爹真肥呀！再看，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爹，我是怕这珍珠掉了，帮您看着呢。扔在这自生自灭。想甩掉我，没门儿！爹，等等我！爹，你别丢下糖糖！那个坐轮椅的冷面王爷跑得飞快，后面跟着个泥猴子似的小团子。3年了，自从那次大战断腿后，朕这个最骄傲的儿子就废了，一心求死，谁也不见。今天居然为了一个孩子进宫。王爷爷，这就是朕的孙女。地板都是金的。王爷爷，您快救救爹爹吧！爹爹他太苦了。这死丫头又要做什么妖？胡说八道！本王何时？残疾王爷被刁奴欺压，心灰意冷，为了女儿省口粮，悲情大喜。混账！堂堂安王府竟然被欺负到这个份上，内务府那帮奴才都该死！父皇，儿臣没闭嘴。朕知道你傲气，不肯说。好孩子，苦了你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心疼你爹。皇爷爷，糖糖不苦，只要爹有钱吃饭，糖糖吃土都行。来人，赏安王府黄金1万两，赐御膳100道，把那些克扣安王府用度的奴才全给朕杖毙！谢谢皇爷爷，皇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一个大孝女，这哪里是来认亲的？这分明是来通过气死我，好直接继承遗产的。
好，好啊。皇上，永王求见，说是安王府流落在外的小郡主找到了，正带在身边呢。安王府的小郡主找到了。皇爷爷，有人来找糖糖吗？参见父皇。灵儿，快叫皇爷爷。皇爷爷，灵儿好想你呀。这怎么又来一个？哎呀，这哪里来的小乞丐？怎么能在御书房这种地方？好臭啊！陛下，这脏东西别冲撞了龙体。三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捡来的野丫头？居然带到父皇面前，也不怕丢人现眼？等这个无法无天的大小女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，看她还怎么演。姨母，你这记性不行啊！我是苏小棠，我娘是你亲姐姐苏映雪。当初不是你把我扔到乱葬岗的吗？陛下明察，这黄毛丫头信口雌黄，灵儿才是安王的亲生骨肉，我有姐姐留下的信物为证。那是我当年给映雪的定情信物。放！哪里来的野丫头敢打本王的侄女？来人，把她拉下去打死！完了，这次玩大了！这眼神是那个杀得敌国档案的战神，他不是废了吗？本王还没死，什么时候安王府的人轮到你们来管教了？虽然是个残废，虽然脾气又臭又硬，但这会儿好像还挺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那块玉佩也是你的遗产，不抢回来等着过年？好嘞，爹！嗷！这死气沉沉的安王府，终于有点活人气了。我的，都是我的！苏太长，苏娘们，还给我的！苏妹，回下侍送我。虽然这活人气稍微有点费钱。陛下，姐姐临走前把那枚玉佩交给我，千叮万嘱，这是安王当年赠予她的定情信物，里面藏着姐姐亲手写的绝美情诗，设有极为精妙的机关。哦，姐姐说过，这机关只有至亲至爱才能凭直觉打开，若是这野丫头打不开，便足以证明她是冒牌货。父皇，三弟妹当年也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她留下的机关定是风雅至极。这野丫头一身市井俗气，只知道要钱，怕是连这玉佩的边儿都摸不透。情诗，我怎么不记得当年给那个女人玉佩时，她有半点深情的样子？只记得她当时看了一眼玉佩，嫌弃不是纯金的。姨母，你是不是那些酸掉牙的言情画匾看多了？住口！这是你娘对王爷的一片深情。大殿之上，岂容你满口铜臭？皇爷爷，我试试。要是我打不开刚才夺的金锁、金钗，还有这安王府的继承权，我都不要了。哦，若是打开了呢？那我就要姨母身上那件云锦料子的衣服。你要是能打开，别说衣服，脑袋给你当球踢都行。我要你的头干嘛？又不值钱。
发财发财，招财进宝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荒唐，简直是！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这种开法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来，皇爷爷，请您过目，看看这绝美的情诗写的感人不感人？哦，莫寒啊，这确实是你的笔记吧？朕记得你当年的字就是这么风骨峭伐。除了那个掉进钱眼里的苏映雪，这世上绝无第二个人能干出这种事，身份确实无疑了。但这该死的羞耻感是怎么回事？那纸条上的日期正是姐姐失踪前夕，这不仅证明了苏小棠的身份，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抽得我那一套深情论粉碎。什么情诗，什么唯美，原来在姐姐眼里，安王就是个欠钱的大冤主。来人，把这2个欺君侮上、混淆皇室血脉的蠢货插出去。是。陛下饶命，王爷饶命啊！行了，既然误会解开，莫寒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嘛。莫寒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嘛。爹，等等我，咱们回家算账去。好，安王府不养闲人，更不养文盲。明天卯时，送你去国子监读书。啥？考不到甲等第1，这张欠条作废；考不到前3，没收所有零食。要是敢逃学，本王就用那根绳子把你吊在王府门口当晴天娃娃。爹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商量一下，爹。虽然没死成，但这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。爹，御膳呢？王爷爷不是赏了100道菜吗？怎么连个响都没有？哼，御膳房送来至少要1个时辰。至于府里，厨房连老鼠都饿死了，你想吃空气？老奴见过王爷。哟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刚才听门房说了，小郡主想用膳。唉，王爷明鉴啊，非是老奴不尽力。这几个月，王爷治腿的花销如流水，府中账面上早就空了。别说府膳，就是这晚上的糙米粥，还得去隔壁借米呢。借米？借米？管家伯伯，你这肚子圆的能塞下个西瓜，也是喝粥喝出来的？一个3岁的野丫头，懂什么？郡主这是什么话？老奴这是为了王府操劳过度，浮肿。既然郡主不信，来人！这是王府近3年的开支行戏。小郡主若是觉得老奴贪墨，尽管查。若是能在这账里查出1两银子的余钱，老奴把脑袋拧下来，给您当凳子坐。这账本做的滴水不漏，连户部的老会计来了都得挠头，更别说这字儿都不识几个的小娃娃了。倒要看看这视财如命的小丫头，面对这如山的假账，是哭还是闹？爹，这人是不是傻？我才3岁，让我看账本。
这不虐待儿童吗？我不看。小郡主既然看不懂，那就别怪老奴无能为力了。今晚只有冷水馒头，爱吃不吃。慢着，我是看不懂账本，但我鼻子灵啊。你身上有巨筏楼脆皮烧鹅的味道，还是刚出炉不到半个时辰的，还有这酒味儿。10年陈的女儿红掺了点桂花蜜，只有城南醉仙枝才这么卖，5两银子一壶呢。这野丫头属狗的吧？你说王府没钱买米，你自己却吃香喝辣，这说明什么？郡主此言当真？简直比真金还真！你敢？我是王府的大管家，是王爷的乳母举荐的人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谁敢动我？搜！冤枉啊！那是老奴的提己钱，王爷救命啊！搬出去，全都搬出去！箱子呢？快拿箱子来！怎么？这就是你要继承的遗产？见者有份嘛，爹拿着，这是精神损失费。第一次有人给我钱，以往那些人要么想骗权，要么想夺命。只有这个女儿，虽然满口遗产，却在夺钱的第一时间分了我一半。王福，本王连药都喝不起的时候，你在吃烧鹅？王爷饶命！老奴只是一时糊涂。多亏姨娘提点，已将安王府库房搬空，只待王爷归西便可。咦，爹，这姨娘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坏女人苏妹？多亏姨娘提点，已将安王府库房搬空，只待王爷归西便可。咦，爹，这姨娘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坏女人苏妹？通敌卖主，这是死罪。不仅是贪财，这是把我当傻子耍，当猪宰。拖下去，杖毙，把他的家产全部冲入库房，随你。好，这个看起来只会撒娇卖萌要遗产的小郡主，才是这王府里最不能惹的主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里就是安王府，如此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乃国子监祭酒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考教小郡主的学问。既然小郡主精力如此旺盛，那便现在开始吧。若是不通文墨，明日去了国子监也是丢人现眼。比讨债更可怕的东西，补课老师上门了！爹，不行，钱货两定，概不退换。不行，钱货两定，概不退换。有辱斯文，简直有辱斯文！王爷，此女满身铜咒，目无尊长，若是入了国子监，岂不是要坏了那一池圣贤水的清气？老夫绝不同意！老头，你吵到我的钱睡觉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你还真的想缩藏。祭酒大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
安王府虽不复往日荣光，但也不能送个草包去国子监丢人。谁草包？我那是大智若愚。是吗？既然你说自己不傻，那总该识数吧。若是连基本的算学都不通，这万两黄金你也算不明白，放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不如充公。哼！你想得美！出题，现在就出！哼，好个狂妄的黄口小儿！既然你不知天高地厚，那老夫便考考你。听好了，大前北境有驻军10万，需从京城运粮，路途3000里，征发民夫5万，每名民夫负重6斗，每日耗粮2升，大军每日耗粮2000担。若要保证大军1月之粮，除去路上损耗与民夫反常口粮，运抵边关时，实需从京城发粮几何？这哪里是考校一个3岁稚童，这分明是科举算学科的压轴大题，甚至涉及统筹与损耗，稍有不慎便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这老东西下手挺狠。等等，民夫也是人，回城不给饭吃吗？还有，这粮草是精米还是糙米？折损率按多少算？还有中间商吃回扣吗？按旧例，无回扣，精米速算。哦，那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喽，真不严谨。来人，去算出来。不用那破棍子，太慢。5525 6848，民夫损耗做分母，总乘做分子，积分。不对，这里用不上积分，直接套公式。时需发粮643200担又5斗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按现在京城市价，1袋精米1两3文银子，折合白银836160两，而且这个运输方案亏大了，简直是败家子！胡言乱语，何来败家一说？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1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1半，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.2万白银。啊！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1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1半，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.2万白银。啊！不可能，带老夫算来，你定是蒙的。去搬吧，都搬我屋里。643200担，有5斗，丝毫不差，连那个零头都对上了，怎么可能心算时息？这简直是妖孽！老头儿，你这也太慢了吧！要是等你算出来，前线的战士早就饿成肉干了。就你这业务能力，怎么帮我皇爷爷管国子监？要是国库让你管，岂不是年年亏空？你羞愤、震惊、自我怀疑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祭酒大人，看来本王的女儿虽然不通文墨，但在爱才这件事上确实天赋异禀。这算学一科还需要修习吗？王爷，此女虽有小聪，但毫无德行，更需入国子监严加管教。切，玩不起。爹，怎么样？没给你丢人吧？那1万两黄金是不是可以归我啦？贪财、聪明、不要脸，还真是像极了那个人。不错，耶！既然算账算得这么清楚，那正好，
明日去国子监，除了读书，顺便把这些账都给本王收回来。收不回来，你就别想吃饭。对了，不仅要收本金，利息也得按你刚才心算的标准来。爹，您放心。明天开始，京城那些纨绔子弟要倒大霉了。读书？不存在的，我是来上班的。那是谁家的？安王府的吧？你看那破马车，那个3岁的野丫头，安王疯了吧？送她来国子监。站住！哟，这不是昨天在御书房撒泼打滚的小叫花子吗？殿下，这就是那个把安王气吐血的野丫头。你看她背个算盘，是打算去账房当丫鬟吗？国子监是读书圣地，不是要饭的地方。想进去，行啊，钻过去。若是钻得好看，本王这只金甲大将军赏你根鸡毛当头饰。安王废了3年，安王府早就是京城的笑话。欺负一个没娘疼、爹又不靠谱的野丫头，谁会有心理负担？这鸡真肥，这腿真壮，红烧一定很香，炖汤更是大补。你看什么看？啊！萧元琪，你还有脸玩鸡？这丫头疯了，敢直呼皇长孙名讳！放肆！你个野丫头敢直呼本王大名！来人，把她拽下来打死！谁敢？宣和3年5月，你借安王府本金3000两，用于地下斗鸡场翻本。说是借，其实是偷拿了我爹的印章去钱庄支的。那时候我爹刚断腿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你就去偷他的印章。这笔账你逾期2年了。什么啊？皇长孙偷拿安王的印章？3000两？那时候安王不是刚受重伤吗？这也太……还有这种事啊！还有这种事啊！看不出来啊！这种陈年旧账怎么会被翻出来？你胡说八道！本王堂堂皇长孙会缺那3000两银子？证据呢？没证据就是诋毁皇族。要证据是吧？9出13鬼，年复1年，加上逾期麻息、通货膨胀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跑腿费以及我现在的误工费，一共是18432两银子。抹个零头，给18500两就行。抹零头是往上抹的吗？你这是超高贷，大钱律法不认。哼，超高贷，这可是昨晚孔方正、孔继久亲自换算的算法。我爹盖了章，皇爷爷都知道这本账的存在。你要是不服，现在就把孔继久叫出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听说昨天这野丫头在御书房把皇爷爷哄得团团转，万一是真的，要是让父王知道自己2年前干的混账事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，改天还你。这是承认了，这是承认了。我爹说了，概不删账。没钱还还，那就公鸡底吧。干什么？我的大将军，我的大将军，这可是本王花了1000两买的西域神鸡，也就4斤重，肉质有点老。算了，抵你100两利息，
剩下的咱们慢慢算。下一个是谁？礼部尚书家的李公子。听说你拿我爹的寒江毒疗图去抵了赌债，户部侍郎家的小儿子。你上个月是不是偷喝了我爹埋在树下的女儿红？快跑！这煞星有点名，这哪是郡主啊？这是阎王爷派来的讨债鬼吧？我欠安王的2两银子不会也被记上了吧？我的大将军，我的面子全没了！哼，一群穷汉！让开！又来一个找茬的权贵。这长相，这气质，还有这标志性的落魄，居然能混得这么惨！好狗不挡道。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落魄少年，而是一个拥有无限增值潜力的超级绩优股，还是免费的。哥哥，你长得好像那个帮我数钱的账房师傅呀，跟我混吧，包吃包住，这只公鸡给你补身子。这安王府的人都是疯子吗？拿着，这叫安家费。这只鸡的价钱够买我这条贱命100次。我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杂役，他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走啊，愣着干嘛？第一天上工就想偷懒？这不是安王府那个野丫头吗？居然真敢来，还带着个扫地的。怎么，安王府连个像样的书童都顾不起了，要在路边捡叫花子？你们看他怀里抱的什么鸡？国子监明伦堂带只鸡进来，真是臭不可闻。这种眼神太熟悉了。躲什么？账房要有账房的底气，给我挺直腰板。安静！孔记主特意交代过，绝不能让这满身铜皱的野丫头在国子监好过。国子监乃清修进学之地，岂容污言秽语？既然新来了同窗，规矩不可废。苏小棠，老夫且考考你的底子。盐铁赋开篇即言国之重利，你将论确言之法这一段背诵一遍，若错一字，戒齿10下；背不出，便滚去院中罚站1整日。盐铁赋？那玩意儿晦涩难懂，涉及到极其复杂的国家赋税、关卡折损。别说一个3岁的女童，就是在座的这些10岁少年，能同顺读下来的也没几个。这摆明了是往死里刁难。夫子，这杂役手脚不干净。皇长孙殿下今早刚丢了价值1000金的金甲大将军，转眼就落到了他手里。国子监岂能容忍盗贼？原来是个贼！不知道萧元起的斗鸡是怎么来的，这是那丫头抢的。但此刻所有的脏水和杀意都泼向了我，没有用的。我这种深入草芥的杂役，权贵们想碾死，连个理由都不需要。更何况现在人赃并获，习惯了，只要打不死，就还能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盐铁赋是吧？不就是算国库的进项吗？背多没意思，我给你算算账。荒谬！经典岂是算账？大钱盐铁官营，沿海主盐，1斤盐的本钱是3文，卖给百姓1斤20文，利润6倍。
但这叫赚吗？不，沿途州县设卡36处，层层盘剥，过路费抽走30%，运抵京城，仓储漂没又报损20%，20文的盐，国库只能收进4文。若是开黑店，掌柜敢这么探我的本金，我早把他的腿打折了。这严姐夫写的不是治国，写的是大钱这帮蛀虫的贪墨明细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报出的折损率和过路费关卡数，竟然与户部上个月成立内阁的密折分毫不差。这真的是3岁能懂的东西。背完了，接下来咱们算算另一笔账。赵德柱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，宣封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赵德忠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，宣和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还不承认？按照当初立下的契书，9出13回，逾期2年不还，连本带利，你现在欠我安王府8360两白银。你一个欠债不还的老赖，连自己兜里的窟窿都填不上，还敢在这里充大头蒜！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，他张不凡是我安王府重金聘请的首席账房先生，他每天经手的流水能把你们这些穷鬼砸死。他会去偷一只4斤重的破鸡，那鸡白送他炖汤他都嫌塞牙缝。赵德珠，你个老赖，不仅欠钱不还，还敢诬陷我的人，拿我的账房当枪使。8000多两的巨款，要是被我爹知道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好。安王府的印章白纸黑字盖在账本上，那是赖不掉的铁证。郡主饶命，那钱我还，别告诉我爹。那是赵德柱，他给一个杂役下跪。安王府那账本是个什么邪物？算盘一响就让人跪了。那是我13年的人生里从未见过的风景，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没有用皇婿身份压人，他就用最世俗、最功利的借口，把我从烂泥地里拉了出来，并在我身上贴了一个安王府私有财产、闲人免动的标签。我是账房啊！放肆，简直放肆！苏小棠，你敢在国子监逼迫同窗下跪，此等行径与市井泼皮何异？你不是自诩算账厉害吗？孔祭酒有令，半月之后便是国子监月考。你既然入了国子监，就必须下场。你若不能在算学和策论上堂堂正正赢过灵儿郡主，你就给老夫滚出国子院，并且交出你手里的那本妖账，从此不得踏入长街半步。萧灵儿可是自幼请大儒启蒙的才女，苏小棠一个刚会数数的3岁孩童，怎么可能赢？这摆明了是要借此机会彻底废了安王府的翻盘资本。真的假的？这谁知道啊？张不凡，我们发财了！哥，这月考代考的生意你接不接？赢了，全京城的欠款，我的抽水再分你半成。代考？他找个杂役代考？我看着安王府是真穷疯了，病急乱投医。习惯了，在这国子监里，我就像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蝼蚁。他居然想分我半成抽水，疯子！荒唐！滑天下之大稽，国子监月考乃是朝廷选拔栋梁的基石，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下贱杂役，也敢妄图燃脂考卷，这是把孔氏人的脸面踩在泥里践踏。把那副漕运折损核算图挂出来，老夫今日就要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看看什么是学问。是。苏小棠，这可是户部尚书去年亲自出的考题，别说他一个扫地的，就算是户部那些拨了半辈子算盘的老吏，看着这图也得算上整整3天。他要是能看懂这上面的一行字，本王今天就当着全堂的面倒立把这方砚台生吞下去！哈哈哈哈！安王府这次是把脸丢尽了，这杂役今日必死无疑。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一句到底会不会算，就把后背交给了我。
装模作样。他连算竹都不用，他写的这是什么算法？没有天干地支，直接列阵。结好了。一模一样，和户部尚书给出的标准答案分毫不差。怎么可能？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那种化繁为简的独创算法，不仅精确，而且将原本需要3天的珠算步骤缩短到了极致。不对，这图上的题出错了。什么？图卷第3行引用9章算术商公篇推扫量传体积，但出题人显然连最基础的方教与圆臀的容量公式都背混了，将方教公式操用在圆底量传上，导致漕运折损的基数硬生生少算了2成。连题目都错漏百出，也配拿出来考教学问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脸面。真的写错了。户部尚书亲自出的题，居然连基础公式都套错了，而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。哥哥威武，天神下凡，财神爷附体。承让承让，多谢各位老板打赏。这大清早的，诸位不仅来听课，还顺带扶贫，真是大善人啊！我的玉佩，我这个月的月银全没了。堂兄，图解出来了，你是打算红烧这方砚台，还是清蒸？怎么输不起？老赖！一个下贱杂役，也敢用胡编乱造的算术蒙骗本王！来人，把这偷鸡又作弊的贼人拿下，乱棍打死！在国祖监，这群权贵解决我比踩扁一只蚂蚁还容易，但我不能退。住手！狂妄小儿，胡乱涂鸦，竟敢妄言户部尚书的题卷有错！国子监乃圣贤之地，容不下这等狂悖之徒，打折手脚，扔进诏狱。就是一个扫地的，懂什么9章算术？肯定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。打折他！这等杂役活着也是浪费米粮。王爷爷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抢你的钱啦！放肆！拜见吾皇万岁！陛下怎么会微服出巡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王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双的张方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王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双的张方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缘起，你要打死谁？皇爷爷明鉴，是这不是小郡主伙同一个谏议作弊，辱骂夫子，污蔑朝廷命官出的考卷。孙儿只是维护国子监清誉。精妙绝伦，旷世奇才。孔继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此浅显的算法谬误，旁人一眼便能识破，你却浑然不觉。户部重臣耗时整日，竟不如一位布衣用心，尔等实在失职。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，
那方砚台你便亲自擦拭干净，若有半点怠慢，严惩不贷。皇爷爷，拿着，刚才说好的，分你半成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命便是他的。不对，这等常用的仓储折损公式，就算是户部刚入职的书工也不会弄错。臣不知，30个劳力齐算，不可能看不出这个错漏。这绝非算错，将原屯按方教计算，基数便凭空多出2成，这是借损耗之名私吞北境大军的军饷粮草。贪墨军饷乃是株连9族的大罪，绝非寻常争论。皇爷爷，那个，既然我哥帮您查出了这么大的贪腐案，挽回了上百万两的损失，这追回的赃款，您看能不能按10%给我结一下反贪奖金？反贪奖金？朕的国库都被这群蛀虫搬空了，你还敢来薅朕的羊毛？陆叔叔，搞快点，去晚了赵老头该把金子融成尿壶了。小郡主，他在销毁账册，这气味是宣制雨墨燃烧的味道。哼，此地无银300两。陆叔叔，开门，文明点儿，别把门板踹裂了，那可都是我的遗产。不对，是我的奖金。圣上误我，圣上误我呀！老夫呕心沥血整理户部历年弊端，正欲上奏，不料老徒昏聩，竟走水烧了书房。老夫正痛心疾首，尔等竟持兵戈入室，是要羞辱这一门清廉吗？小郡主，库房里除了几袋糙米和2捆柴火，1两银子都没搜出来，地窖也空了。这老狐狸早有防备，若是搜不到实证，明早文官的唾沫星子能把安王府淹了。一群毛头小子跟老夫斗，我早把家产转移干净。好个黄毛丫头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要抄家？好啊，老夫今日便撞死在这石柱上，看天下读书人如何口诛笔伐你那个残废爹！老头儿，演过头了。哼，哥，别管那些了，请你帮这位大人好好算一算这尚书府的耗费明细。大前正一品官员，岁俸10080两。赵大人入朝30载，不吃不喝，合计30万两钱银。正堂立柱，外是普通漆料，内里实为珍稀金丝楠木，一根市价25000两。此处共有12根，共计30万两。这院里的假山石看似寻常，实则是江南特供的太湖奇石，一石运费1两银。这片石阵光运费便要6万两。天啊！这赵府金丝楠木做柱子，还说没钱，这一根柱子够咱们全城吃1年肉了。乖乖，那是祖上余荫。先祖随先帝征战，这乃是朝廷赏赐。你们无凭无据，怎能私闯民宅？要证据是吧？要证据是吧？陆叔叔，这种空心墙一般怎么开？空心墙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老夫的祖宅，你敢动我一砖一瓦，老夫就……我就拆！我就拆！发财了！心理素质真差。陆叔叔，还愣着干嘛？拿秤，拿箱子！快去！
快把我的奖金装起来！参观死有余辜。抄得好，安王府小郡主是活阎王。哇，这么沉，一定是压箱底的大宝石。别动！从未见过张不凡这种表情。这个赵光宗不仅仅是贪官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投敌帮凶。这个赵光宗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投敌帮凶。启禀王爷，据探子来报，小郡主砸了户部尚书府的正堂，砸出了5万两金砖。赵光宗吐血昏迷。好得很。本王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去国子监开盘口，抄朝廷正一品大员的家。这大孝女真当满朝文武是纸糊的。备好家法，等他滚回来，本王今日非打折他的腿。小郡主疯了！王爷本就在气头上，他不仅不知错，还敢当面咒王爷破产死绝，这简直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跳舞！跪下！3年前，10万北境铁骑全军覆没，我的双腿也被敌军的马蹄应声踩断。我找了3年的真相，此刻就在这张羊皮纸上。原来不是敌军狡诈，而是我的好兄弟永王萧玄联手户部尚书，将我推路的粮草和伏击点尽数卖给了外敌。国仇家恨，10万亡魂的惨叫在耳边凄厉回响，如岩浆般炽热的悲愤在疯狂撕咬。本王不死，轮不到你这逆女尽孝！王爷归天了！让王爷整整3年，连太医院院主都束手无犯的经脉死结，竟被小郡主气出的这口玉阶毒血，连带着破防的绝顶怒气，硬生生冲开了。哇哦！废了3年的腿，有知觉了。想分账？哼，好，本王就先用仇人的血给你筑一座金山。王爷，立刻封锁城门，调集所有私兵，拿本王虎符去金角大营调兵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今夜踏平安王府！
破门！拿下那废物护女2人，寻出布防图，即刻销毁，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！兵部虎符。萧莫寒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死到临头，居然只敢让这3岁的野丫头出来挡箭！本王今日就让你的遗产没人继承！你的腿，你居然站起来了，这绝不可能！杀了他，给本王乱刀砍死他！本王站起来，就是为了给我女儿筑金山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末将参见战神。参见战神。大势已去。各位叔伯，造反未遂也重罪哦。这是刚才那个差点被射成筛子的小郡主。我跪在这里是认主归宗，还是来逛庙会的？苏小棠，给本王滚回来！王爷且慢，末将今夜接到兵部调令前，在城郊截获此物。这是苏映雪当年失踪时贴身佩戴的玉镯。此事咽气前交代，若王爷站不起来，3日后便让您去断肠崖给王妃收尸。娘还活着，娘还活着。带小棠走。若本王3日后回不来，安王府地契和所有家产全归他。去啊，去送死啊！断肠崖底是本王为你精心准备的天罗地网，那里藏着本王还养的3000死士，外加整整10万斤黑火药。你那铜臭婆娘此刻正被铁链吊在崖壁上吹冷风，只要你敢踏入断肠崖半步，本王保证火药立刻引爆，让你们一家3口在阴曹地府整整齐齐的团聚。王爷不可！您双腿出狱，这分明是萧玄那狗贼的诱杀之举。大前不能没有战神，末将愿率死字营代王爷赴死。末将愿代王爷赴死。赴什么丧？我爹还没断气呢，咒谁破产呢？爹，你被骗了！我娘当年为了换全聚德10只烤鸭，早就把真玉镯给当了。真玉镯上有一处被我亲口咬崩的缺口，那还是我用来试烤鸭硬度时崩掉的。这个滑不溜秋、做工粗糙的玩意儿，绝对是街头2文钱批发的地摊假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那是本王花了3000两银子找天下第一玉雕师仿。咦，这假货里面还密密麻麻刻着字呢，像个密码本。微雕暗记：断肠崖底地宫，存永王司库赤金100万两，绝版字画100箱，题款暗号天王盖地虎。好一个苏映雪，连跑路都不忘顺手设个局坑本王一把。好一个苏映雪，连跑路都不忘顺手设个局坑本王一把。传本王将令，全军听令，立刻去户部大牢，把所有用来装草料的麻袋全给本王抄出来，随本王去断肠崖。此次有请令，誓死追随王爷去断肠崖进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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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是大前朝最精锐的那支无敌铁军吗？退后！这是我亲娘，她怎么比我还会拿？苏映雪，老公，好久不见，你腿好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娘，见面礼呢？我可是你亲闺女。等等，这是我先发现的，先到先得。娘，你这是偷！我可是拿着御赐金牌来抄家的，合法合规。王妃，这是安王府的麻袋，您装进去的金子算王府资产，按律夫妻共同财产，1人1半。张不凡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好小子，有前途，跟我混吧。我是郡主的账房。闺女，这人借我10两天。不行，他是我的。1万、10万、100万，哥，10%的反贪提成，咱们能在京城买下整条长乐街，天天收租金。王妃，这是赃款。见者有份，你吃肉，竟连口汤都不分给我。本王的钱只留给自家人。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算盘。停！安王萧莫寒无照调动京郊大营，意图谋反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御林军听令，放箭！安王站起来了，战神回来了！谋反你个头！本宝宝奉皇爷爷旨意，带兵合法进货，全都是正规手续。一派胡言！寻常货物怎会动用3000重甲守卫？你们分明是趁夜搬空内库，赃物定然就在车上。嫌不够亮是吧？哥，开袋放货！这怎么可能？
王妃，贪没本王军饷，可是要肉偿的。我捡的，这是地里长出来的。张不凡，记下来！老登当众非礼，破坏市容，罚款500两，从他私房钱里扣。老登非礼王妃，扣银500两。黄爷爷，永王司库抄完了，100万两赤金分文不少，10%的反贪抽成10万两黄金，现在结账概不赊欠。另外，我们在永王地方不仅发现了钱，还发现了这个国子监历年科举与月考的买题名单，上面有您的好儿媳苏妹，还有萧灵儿的名字。2万两银子买一套考题，真有钱啊！大胆！科举乃国之根本，这群蛀虫竟敢动摇大钱根基！陛下明鉴，灵儿自幼苦读，绝无作弊。这分明是安王府为了掩盖苏小棠月考必输的定局，故意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。一个3岁野丫头，也敢在圣上面前拿假名册构陷皇亲，罪该万死！我娘当年跳冰河救了我爹，你偷了他的玉佩冒领功劳，还顺走了他的钱袋子。这笔账今天当着皇爷爷的面，咱们好好算算。这笔账今天当着皇爷爷的面，咱们好好算算。好妹妹，3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慧眼。冰河里救人的是我，替王爷瞎读写的也是我。你偷了我的玉佩，偷了我的恩情，现在还偷考题，你可真是什么都偷啊！通敌叛国，私通北蛮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拿下，打入天牢，3次会审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10万两黄金，朕1分不少赏给你。皇爷爷万岁，万万岁！不过你们俩当众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罚款交到朕的司库。父皇，是他非礼我。罚过了，罚的哪边？朕这边还没收到呢，再交500两。老登2次非礼，扣银500。本王打了胜仗，抄了家产，救了媳妇儿，为什么最后欠了一屁股债？朕这个孙女是把抄家当产业来做了。回陛下，郡主说这叫反贪产业化，全民监督制。现在开会，第1项议程：安王府财产清算及债务重组。念账。据统计，今日查抄永王司库及户部尚书府，共得赤金105万两，扣除上缴国库部分，小郡主抽成10万零5千两。我发现的地高，那10万两算我名下，5千两零头给小唐买糖葫芦。驳回。娘，你刚才在城门口试图偷窃赃款，按安王府家规没收作案所得，并处以10倍罚金。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少打感情牌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羊脂白玉并蒂莲花镯1支死刀，换烤鸭10只，烧鸡2只，弃书。你把爹给你的定情信物当了换烤鸭，这严重损害了安王府的品牌形象和爹的精神健康，精神损失费、信物折旧费加起来一共2万两黄金，从你以后的月例里扣。你现在是个富婆。王妃离家3年，毫无音讯，回来便想分家产，哪有这等便宜事？爹，你也别笑。啊！安王萧默寒3年代工不理家政，导致王府险些破产。伤残期间耗费汤药费9000两，加上今日在城门口当中非礼王妃2次，罚银1000两，合计欠郡主司库1万两。本王那是经脉受阻，并非伤残。至于城门口，那是本王在查验王妃是否夹带赃物。狡辩，态度恶劣，罪加一等。你的私房钱全部没收。本王没有私房钱。床板底下那个暗壳里的2000两银票我已经拿走了。本王没有私房钱。床板底下那个暗壳里的2000两银票我已经拿走了。好啦，财务问题清算完毕，安王府目前由我全资控股。哥，走，去后院地窖看咱们的新金子。
现在没有外人了。苏映雪，这3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苏妹冒领了你的救命之恩，在京城招摇过市，永王造反，断肠牙设伏。你既然活着，为何连个口信都不送回王府？你知不知道，本王这3年，那3年坐在轮椅上，被淤毒反噬，被丧妻之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。你以为我当年是故意跑的？3年前，冰河之中，我替你吸出寒毒，将你推上岸。就在我准备上岸时，岸边树林里冲出3名绝顶杀手，不是永王的人，他们的武功路数极其诡异阴毒。北蛮皇室禁卫血狼卫，没错，那3个人招招毙命，我中了他们一刀，借着冰河水流急，一路顺流而下，九死一生才逃过一劫。等我养好伤潜回京城，苏妹已经成了你的救命恩人，风光无限。所以你这3年一直潜伏在暗处查北蛮的暗桩。是，你以为永王造反只是他个人的野心，苏妹私通外敌只是为了虚荣，你错了。国子监、孔方正，我查到线索，孔方正身边的心腹极有可能是血狼卫的高层，他们不仅在国子监内倒卖考题，甚至在暗中进行某种极其危险的渗透。苏妹被打入天牢，永王废了，北蛮的暗线断了2条，孔方正一定会狗急碰墙，尽快销毁国子监内的证据。所以我们得赶在他动手之前拿到实证。国子监守卫森严，暗桩密布，直接带兵查抄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毁尸灭迹。苏小棠，明日的国子监月考，没有比一个3岁学童光明正大进入国子监，在考场上搅动风云更合适的掩护了。苏小棠，大半夜你不睡觉，翻什么窗户？哎呀，走正门多慢啊！万一你们谈完了分赃不均打起来怎么办？你大晚上爬窗就为了送只死鸽子？娘，你这眼神不行啊！重点不是鸽子，是这个。这是上面的8个点，对应着国子院里的8个地方。中间这个圈圈就在明伦堂讲案下面，北蛮那帮人把窝点藏在那儿了。你们看啊，明天月考我要打脸萧灵儿，这是体力活，还要顺带帮你们扫平北蛮细作，这是高危工种。万一被坏人发现了，我这颗聪明的小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你个大孝女，明日一早带着地契去国子监，赶考输了，本王打折你的腿！收好你的契书，明日进了国子监，要是搞不砸孔方正的场子，查不出东西，本王亲手把你和这些破事一起点了。格局小了不是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这里装的可是京城32家旺铺的产权，从今天起，请叫我苏半城。走喽，回去睡觉去了，明日还要上学堂呢。你真放心让他去探血狼卫的窝点？暗影卫和龙贤卫已经在国子监外围布下天罗地网。孔方正以为苏妹进了天牢，他能在考场上拖延时间毁尸灭迹。本王明日就让他看看，什么叫引狼入室。苏小棠，你这个野丫头，别得意！今日月考是国子监历来最难的策论和算学，你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我看你怎么赢我！虽然安王府现在势大，但这毕竟是学术考试，学问这种东西做不了假。哥，今天太阳有点大，给我扇一扇。那是长乐街万宝楼的地契，旁边那张是东市最大钱庄的房契，30多张，全是大印，这是把半个京城的商铺都买下来了吗？哥，进场，看本包租婆今天怎么教他做人。哥，进场，
看本包租婆今天怎么教他做人。昨日苏妹落网，北蛮细作网便临全面崩塌。今日必须将地下密室里的名册和信件全部烧毁。发卷。啊！苏小棠，考场重地，不得喧哗。哥的题早做完了，我们交卷。半个时辰内不许交卷，退回去。绝不能让人靠近墙台，只要再给我半刻钟，一定能踩开那个机关。极品千年沉香木，市场价1两木头10两金子。孔老头，昨天黄爷爷说了，国子监包庇舞弊，这里的所有资产都要查封。你面前的这张奖案归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搬走抵债。荒谬！这乃是太祖皇帝御赐的奖案，你敢动一下便是谋逆大罪。来人，把他插出去！谁敢进谁死！你面前的这张奖案归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搬走抵债。荒谬！这乃是太祖皇帝御赐的奖案，你敢动一下便是谋逆大罪，还不速速退下！少拿太祖压我，我手里有黄爷爷的金牌，他是活的。给我开门！啊！哇哦，这藏得够深啊，全是信，一文钱都没有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数十年的潜伏毁在了一个3岁丫头的野蛮砸桌子上。拿命来！休得伤人！完了，苏小棠，今日完了。行刺皇族已是死罪，如今还劈坏了御赐金牌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庶子欺人太甚，老夫今日跟你同归于尽！本王的女儿，你也配动？伤到哪儿没？刚才有没有被毒气侵体？哎呀，别捏了，衣服要皱了。爹，别转移话题，那老登刚才抓坏了我的金牌，加上精神损失费，一共欠我10万两，欠条你拿好。等会儿龙翔未来抄国子监的家，记得第一时间从赃款里把本宝宝的提成和这笔赔偿金扣出来。我动用10成功力破门救人，生怕这丫头有半点闪失，结果她脑子里只有10万两黄金。
小唐。这是北蛮皇室禁卫的地下狼首密页，兵部、吏部，几乎牵扯了小半个朝堂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些可都是行走的提成啊！爹，还不赶紧摇人来搬？王爷，这上面不仅有北蛮血狼卫的交接案件，还有当朝太子东宫的私账。原来这条鱼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呀！爹，东宫有钱吗？要是他比永王还有钱，抄太子的家提成能不能算20%？爹，东宫有钱吗？要是他比永王还有钱，抄太子的家提成能不能算20%？父皇，萧默寒狼子野心，他为谋储君之位，竟指使那个3岁野丫头在国子监打砸抢掠，甚至伪造带有儿臣印记的北蛮账本。他这是要构陷储君，动摇大钱根基啊！帝王之怒，悬而不发，最为致命。父皇，人证物证皆在他安王府手中，这是捏造，请立刻下旨拿问安王府，满门抄斩，以正朝纲。乱臣贼子！你竟敢伙同北蛮细作孔方正栽赃骨，还敢强闯御书房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在这干嚎什么？嚎得多就能赖账吗？老登赖账？这丫头把御书房当菜市场了！黄口小儿！这里是御书房，大钱的权力中枢，岂容你在此妄议国政？少扯淡！哥，上货！这是萝卜章！萧默寒，你找人私刻姑的印记，伪造账目，手段何其拙劣！伪造！天启3年10月，东宫拨银5万两购买考题，送交北蛮按毡。这笔钱走的是通州水陆官银局的账。这是通州提举司的连号官票，做不了假。不可能，那笔账明明已经被孔方正抹平了，给我毁了它！本王的女儿在算账，谁敢打扰她拨算盘，本王就打折谁的腿。巧合，那都是孔方正打着姑的名义做的账，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哎呦，皇爷爷，这笔账不对啊！何处不对？太子去年冬天汇给北蛮买通边关将领的300万两白银，出处这当盖的是工部的印，款项来源钱孝陵修缮专项银。皇爷爷，他把您以后住的地下小别墅的钱给卷走去倒贴北蛮啦！帝王权术废除影响，朝堂动荡，全没了。朕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逆子把朕的棺材本偷了！逆子，你这畜生！
你不仅卖国求荣，你还挖你老子的坟！你让朕100年之后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报！启禀陛下，天牢传来急报，苏妹画押了。苏妹供认，她正是受东宫指使，冒认安王妃之功，潜伏安王府，并替北蛮血狼卫在京中传递情报，倒卖考题。皇爷爷，帮您查出300万两皇陵亏空，外加平定储君叛国大案。按咱们安王府的反贪规矩，20%的提成，那就是60万两白银。60万两，还要去东宫进货？陛下，哥，在。皇爷爷晕了，这账暂缓。走，带上你的麻袋，咱们趁着现在没人管，去东宫司库进货去。哥，在。皇爷爷晕了，这账暂缓。走，带上你的麻袋，咱们趁着现在没人管，去东宫司库进货去。东宫！陛下未下圣旨抄家，太子依然是国之储君，尔等乱臣贼子，若敢越雷池一步，杀无赦！完了，安王府这回踢到铁板了，没圣旨硬闯东宫，那可是谋逆大罪。放箭，就地格杀！闺女，别管正门了，拿账本过来接货。司库承冻墙被我挖穿了，里面还有几十箱极品东珠，快来帮忙！死守正门摆出最强防御，结果别人从里面把承重墙挖穿，把家偷了。窃贼，杀了他们！把金子给本宫抢回来！哼！嘴巴子不张开，竟敢抛下我这个亲夫，独自跑来偷金库。若非我赶来及时，那几百把刀就砍下去了。少废话，那边角落里还有2个实木箱子，我搬不动了，快去！堂堂大前战神，刚刚一招秒杀全场，宛如杀神的安王萧默寒，被自己王妃当搬运工使唤，这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安王吗？小心点儿，里面的古董碎了扣你私房钱。天启4年2月18子时，老登别搬了，上面写的是今夜子时传位。太子不是要赖账，他要在今晚直接逼宫造反。那个，逼宫是不是比欠债严重？那咱们的60万两提成还能要回来吗？回宫。殿下，弑君乃大逆不道，您会遭天谴的。滚！老东西，你居然敢当众查我的账！我做了30年的储君，你处处防着我，现在还要因为几百万两银子要废了我！
今天我就送你下地狱！这大钱的天下今晚就是姑的了。堆火药，伪造走水，给姑把整个御书房彻底炸平，连一根骨头都别给他剩下。黄爷爷是我才刚抱住的超级大腿，敢动我的钱袋子！废了这个野丫头！敢动我的提款机！这块金砖市场价100两，赏你了！我的金子，我的提成啊！一块金砖购买100只崔德烤鸭啦！打死你个破产老道，赔钱！这简直就是散财童女！谁家拿国库最纯正的赤金当飞石暗器砸人？黄爷爷，我的铺子！哎呦！我的旺铺，我的地契全烧没了！我不要程程了，黄爷爷，你快起来罚他的款啊！本宝宝破产了！乖孙女，逆子受死！朕的乖孙女，不哭！这天下所有的钱，朕都给你补上，国库里的钱随你挑。谁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朕诛他9族！儿臣救驾来迟，请父皇降罪。小唐、唐宝、传太医，立刻开国库，把金库搬过来，给朕的孙女数钱续命。3000万两赤金入库，全部挂在小郡主名下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活过来了，本宝宝又活过来了。乖孙女，你吓死黄爷爷了！黄爷爷，咱们亲兄弟明算账，这些钱真都挂我名下，全归你，国库的钥匙都给你。醒了就滚下来！安王府的人没规没矩吗？老登，注意你跟本郡主说话的态度，我可是抱着黄爷爷大腿呢。放肆！你才放肆！谁让你动朕的宝贝孙女的？既然叛乱已平，大局已定，儿臣便不多留了。北境军务繁忙，明日一早，儿臣便带死子燕回北境驻守。站住！太子逼宫，意图谋反，永王勾结外敌，朕的儿子个个盼着朕死。朕老了，这大钱的江山，朕扛不动了。这是从东宫找出来的诏书，朕已经命内阁首辅改了名字。萧默涵，接旨吧！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大钱的皇帝。儿臣拒绝。你敢抗旨？皇权于儿臣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这3年，儿臣坐在轮椅上，看透了这金銮殿上的血腥与肮脏。儿臣的归宿在北境，在万里狂沙的战场，而不是每天坐在那把冰冷的椅子上批改那些满篇废话的折子。你不当这个皇帝，谁来当？难道让大钱的江山易主？父皇若觉得无人可用，大可从宗室中挑选年幼子弟过继。臣愿为摄政王辅佐新君，但批奏折这种苦力活，别找我。你想当甩手掌票？做梦！朕为了这大钱累死累活索几十年，连一顿安生饭都没吃过。朕要退休，朕要多陪陪朕的乖孙女。你今天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你休想让我替你打白工。老公，其实当皇帝也不错。老公，
其实当皇帝也不错，每天都有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，后宫佳丽3000，想翻谁的牌子翻谁的牌子。你敢让本王翻别人的牌子？口误，我是说，后宫大内总管这个职位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，油水多。还是你来当吧，爹！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你必须当皇帝。第一，我不当公主，我就拿不到国库的钥匙。这3000万两金子，还有我以后从贪官那里抄家得来的提成，放哪里都不安全，只有国库最安全。第二，你不当皇帝，如果宗室过瘾了一个新皇帝，万一他长大了是个白眼狼，要收回我的国库钥匙怎么办？本宝宝的财产安全必须有最高级别的暴力机构做后盾，也就是你。爹，为了您闺女，我能安稳的当个包租婆，你就委屈一下，把那身黄袍穿上呗。合着我当大钱的皇帝，就是为了给这丫头当全职保安？